小姐，不好了不好了，门口有人要硬闯。那把他轰出去不就行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门外那个人自称是咱们未来的姑爷，叫彭三鞭。啊？小姐，有2个彭三鞭，其中肯定有一个是假的。外面这个说的颇有几分道理，还愿意当面对质，而里面那个确实奇怪了。2个彭三鞭，哼，真有意思。既然这样，我就亲自去问清楚。你们把他带到偏厅，哦，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是。小姐，这事儿真的不需要禀告老爷吗？这可关系到您的终身大事啊！快去快去啊！哦。这什么狗屁规矩啊！老子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老子才是真正的西北彭三鞭。老子在来的火车上，名帖被2个小毛贼给偷了。奶奶的，其中一个还是长沙名角，叫二月红。我告诉你们，他们来新月饭店一定图谋不轨，心怀叵测。什么戏子二月红？没见过，你见过吗？没见过。嘿，我告诉你们，他们肯定在新月饭店。我这个彭三鞭如假包换，我可以当面和那2个人对质的，以证我的清白。你们管事的人呢，把你们当家的叫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少当家。少当家？只听说这新月饭店老板有一位掌上明珠，从来没听说还有位公子啊。哼，让您见笑了。我是尹大老板的表侄，代理他打理一些琐事，称不上什么少当家。哦，原来是这样。在下西北彭三鞭。咱也不用客气，以后呢，都是一家人了啊。听说你路上失窃了，丢了名帖，敢问你还有什么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吗？
老子还需要什么证明？这就是老子的证明。哎，我警告你啊，打烂了我们家东西可是要赔的。哎，你一个小毛孩，你也做不了主。我要见尹老板，还烦请你帮我通报一声。哦，我现在去通报。你们两个好好招呼他。请。不客气。好好招呼他，千万不要让他惊动管家。啊什么？听不明白啊？各位贵宾，本轮的第2件拍品出自于宋朝的香炉双龙挂耳，现在竞拍开始。接着拍。第1轮的拍卖到此结束，各位稍事休息，稍后将进行第2轮拍卖。哎呀，哎呀，这铃铛叮叮咚咚叮当响，震得我脑仁儿都疼。哎，你说这白花花的银子就这么出去不见了，我真搞不明白你们这些有钱人的玩法。第2轮才是重头戏，我看这个拍卖起价还得再高。才刚开始你就受不了，我有什么受不了的？花的又不是我的钱。哎，可见二爷没来是明智的，眼不见为净。这么花，他不得心疼死？二爷只心疼夫人，也不知道夫人的身体。拍的佛仙草，怪不得不就有救了。这几位都没什么动静，定不定第2轮？快坐吧，好戏马上就开始了。各位贵宾，本次第2轮拍卖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本轮共有3件拍品，这3件拍品不仅十分特殊和珍贵，而且关系到新月饭店继承人尹新月小姐和西北彭三边先生的联姻大事。如果彭先生能拍得其中1件拍品的话，那将视为新月饭店尹氏与彭先生联姻的第1份彩礼。让我们预祝彭先生能顺利拍得拍品。怎么这是回事？没听你提起来。哎，这细细想来，我们也不吃亏呀。既得了这味药，还白送了一个嫂子。嘿嘿。开玩笑，开玩笑。原来如此，你知道啊？你还记得我们刚到车站时接我们的牌子上写的曲如梅吗？当时我就在想，这首诗用于新月饭店是不是略显小气了些？原来还有这么一个意思。新月曲如梅，未有团圆意。红豆不堪看，白眼相思泪。终日披桃瓤，人在心儿里。两耳隔墙花，早晚
怪不得彭三边那么宝贝这张名字，原来人家是来相亲的。哎呀，不过我看这事儿有蹊跷。你说是不是这个尹老板故意做了个局，想坑那个彭三边？暂时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拿到东西再说。各位贵宾，本轮拍品分别是麒麟结、鹿火草、蓝蛇胆3味药材。由于此3味药材需要特殊方法保存，为保证药效，在拍卖期间暂由新月饭店代为保管。拍卖结束后，立即交付货主验货。本轮以锦盒为单位，一律价高者得。我们将采用盲拍的形式。什么？盲拍？哎，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个锦盒里面才是我们要的东西啊？这太无耻了吧！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先试拍一次，摸清楚他们的底细。第2轮第1件拍品，起拍价最低20万。现在竞拍开始。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真是闻所未闻。我呀，曾在古籍中偶然看到过，这蓝蛇呀，是生长在极寒之地的一种毒蛇，它呀，通体幽蓝，双瞳金黄，而且身有剧毒，100年难得一遇。可偏偏这蛇胆却是治病的良药，这么名贵的药材，竟然出现在这儿。那个麒麟结是不是就是传闻中吃了可以百毒不侵、驱虫辟邪的神药啊？好像是。鹿火草，这就更难得了。我也是听爷爷辈的先人提醒过，杀鹿取五脏，以草减脂，鹿净活，这可是能让人起死回生、续命延寿的宝贝啊！哦，点灯。主持人，我们商会要求点天灯。好，点灯。日本人点天灯了，这。爷，日本人点天灯了。点天灯是什么意思？这个点天灯啊，在拍卖行里是包场子的意思。无论这一轮卖的是什么东西，出到什么价，都由这个点天灯的人来出钱。你的意思，这锦盒就归他们了，是吧？哎呀，是这意思。不过什么？他们点天灯，那咱们也可以点，2家斗灯，价高者得。爷，不过您得想清楚了，这天灯一点呢，咱们小半数的价钱可就没了。哎，这话又说回来，咱们不斗灯也不行啊，这架不住哪个锦盒里边就是我们要的药呢，是不是？哪里有什么3选1，一个都不能放。点，来，点灯。拍品，价高者得。恭喜彭三爷双喜临门！哎呀，赢了日本人就是过瘾。哎，佛爷，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这3个锦盒全都给收了？人命关天，还有别的选择吗？
彭三爷，这儿有热茶，您喝着。我们主子很快就到，您好好休息，我先告退了。嗯。第二轮第2次竞拍，现在开始。点天灯，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是为了买药，还是有其他的目的？这彭三边跟日本人无冤无仇，他们不应该是冲着咱们来的呀。他们自己也说了，就是想拍下来，转手卖个高价吧。一旦锦盒落入日本人的手里，再想拿回来，可不是花钱这么简单的了。点灯，又点，点灯，哎，真够行的。第2轮第2件拍品仍由彭三爷拍得，恭喜彭三爷！彭三爷2点天灯，可见对尹小姐用情之深。彭三爷，打扰了。我们是来提醒您一下，您在本店的担保金额已达到上限，如果您不能提高担保金额，您将失去本轮的竞拍资格。知道了。好的。爷，咱们这次玩大了。立即通知长沙方面，我家里还有东西，继续筹钱。哎，这已经是长沙4家最大的银行一起担保的金额了。就算你家再有东西，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有能力担保的银行。找九爷，让他回9年小办。哦，有道理，我这就去。主持人，我想要求拍卖暂停半个小时。好。由于彭先生资金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应彭先生的要求，我们暂停半个小时，请各位稍事休息。谢谢。彭先生，你是一个可敬的对手，我很钦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奉劝你一句：放弃最后这个几何，保住仅剩的一点家产，也许日后你还可以东山再起。这位先生，我一心求药，奈何受制于盲拍的规则，只得准备散尽家财。我不知道阁下为何阻挠我，是怪我挡了阁下的财路，还是在为自己刚才举棋不定错失了机会，找我撒撒气呀？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尹老板怎么还做日我本以为本人的生意啊？彭先生是聪明人，岂有此理啊！
会做出最合理的判断。可惜啊，我好心相劝，是想交你这个朋友，可彭先生却不领情。不过，依我看，按照你们中国人的德行，也许我不用做什么，你很快也就要完蛋了。你不要以为你对中国的文化很了解。我们中国还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亦非。”意思就是说，你我之间的交往，有来有回才有意思。别以为你在中国吃了几天中国菜，学了几句中国话，就自以为很了解中国了。连我们在场的人，你都未必能征服得了。这种人，平常在长沙为非作歹也就算了，现在还跑到别人的地盘去逞英雄。哎，我这又费脑力费体力，现在还得费钱。哎，喂。白叔啊，查查我还有多少？算命的，你别走啊！我说你这朋友行不行啊？这灯是点还是不点啊？就是啊，可别耽误了大家伙吃晚饭呢。可惜了这俊俏的小哥了，怎么就成了这新月饭店的姑爷呢？哎，我可听说这尹新月可是出了名的母老虎。哎，可惜呀，可惜。够不够？不够还有。够。昨天你帮了我一回，今天要帮回你。谢谢啊，谢谢。爷，九爷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家愿意担保的银行了。干得好。可是他说，即使再多的钱，现在都是杯水车薪。这日本人是有备而来，咱们斗不起这第三盏天灯啊，还是得另想法子呀。哦，对了，爷，这些呢是我这些年做买卖攒下来的钱，除了日常所需之外，其他的都在这里面了。啊，跟你们是没法比，但这种豪情壮语的事情，也算我齐腿嘴一个，啊！哎，九爷，马上把这封信用电报发给日本商业监察会的部下去。是，九爷。时间到了，我们拍卖继续。如果彭先生的情况还是这样的话，那么最后一件拍品将由价高者得。打扰了，这是我们家贝勒爷让我给您送来的，请您笑纳。我们爷还说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花就花了，别太当回事儿。
主持人，我们可以继续了。点灯。在这里还能看到连点2盏天灯的盛况，可谓是前所未有，真是罕见的。日本总商会居然停止了资金供应，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这次投资风险过大，总部不予通过，暂时冻结所有流动资金，只能等您亲自去介绍。哎，爷，这日本人怎么没什么动静啊？看样子九爷的法子是用对了，断了对方的资金链。中国人搞的。本轮最后一件拍品由彭三边先生拍得，恭喜彭先生！这次还真是众望所归呀！不知道咱们这是幸还是不幸啊？本来是3选1，结果却是3个锦盒都在我们的手上，奇货可居。你说这买卖做得值吗？哎，恭喜了！走吧，去找二爷。哦，先生，我们先生，我们新任饭店的规矩，拍到的东西要在你们离开饭店的时候才能奉上。什么？那我们刚才的……既然新月饭店有这个规矩，我们理当遵守。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不是被发现了？应该还没有。可能他们真有这样的规矩，百年老店谨慎一点也是应该的。那现在怎么办啊？唱完就成行。我看也只有这样了。现在的架势，我们想闯也闯不出去呀。恭喜彭三爷获得这3味药材，恭喜恭喜！太不把老子当回事了！个假的彭三边，冒充老子的人呢？赶快给老子站出来！
你们为什么没把门锁好啊？他怎么跑出来了？都是锁了呀！你再说，谁敢在此闹事？公子，你是谁？怎么把这厮给忘了？赶快找二爷，让他带夫人到火车站跟我们会合。只怕二爷没拿到药，不肯走。你叫他放心，药我一定会带给他。哦，那你自己小心啊。我是谁？好，老子就告诉你们，老子才是真正的西北彭三边。有人在这顶替我的名字，在这招摇撞骗。不可能！刚刚我们彭三爷可是点了3盏天灯，拿了3味药材，你怎么可能是彭三爷？给老子睁开眼看清楚，我才是西北彭三边。这恐怕要让这一位彭三爷解释一下吧。这位公子，你说我是假冒的，我可是拿着请帖大大方方的走进来的，而你呢，却是闯进来的。明明是你们在火车上偷了我的请帖，你还在这狡辩！你这可就是贼喊捉贼了。在火车上，你偷我请帖不成，我放你吗？如今你是来这里叫嚣，胆子太大。你以为你嘴皮子能说，就能颠倒黑白吗？我不知道你冒充我到底寓意何为，但我告诉你，我今天不会放过你。三爷，三爷，哎呦，这种人怎么值得你动手呢？这不是失了你的风度吗？是不是？哎，这尹家小姐还在一边看着呢。今天是大好的日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滚！我呸！老子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我告诉你们，老子不但是真的彭三边，我还是尹小姐的未婚夫。尹小姐，你千万别被这小白脸几句谎话给骗了。二位公子，你们不要逞口舌之快，你们一人一句，哪句真哪句假，我们可不知道。请帖可以偷取，甚至可以伪造。既然你们都说自己是彭三边，那么如何证明？身份的事可非同小可。这位公子，刚刚在拍卖的时候，您可是以彭三边的身份拍下我们的3味药材。如果您的身份真的是假的，那么今天的拍卖将会被作废。您拍下的3味药材也恕不奉上，您的天灯可是白点。喂，既然他们的身份都搞不清，那刚刚的那3味药是不是就应该归我们日本销毁？这3味药，我彭三边要定了。至于怎么证明我自己，还请小姐想一个证明的办法吧。喂，尹小姐以前又没见过我，怎么想办法？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有什么办法？说出来听听。这江湖上都知道我彭三边是西北人，那我就说几句家乡话给大家听听。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都是他舅，哎，都是木头。你说完了？说完了。看来你只是在江湖上听说我是银川人，却不知道我彭三边虽身处银川，祖籍却属于东北。我祖上从东北起家，后来迁去银川，因为沙土发了家，所以我整个家族定居在了银川。银川话我根本不会讲，但是东北话我说的挺溜的，要听一下吗？嘿，故事编的倒不错。我呸！老子就是地道的西北人，什么祖籍东北？老子嘴上说不过你，但手里的鞭子一定能给你打趴下。
敢不敢和我比划比划？三爷，来，瞎话。我知道了，别斗士，下去。你鬼族应该是最弱。别总这不是鬼族也没有用，肯定。但如果他要是看不见呢？比就比啊！啊，我们三爷可是鞭法了得呀，只是不屑与你这等小人动手而已。哎，你看这里这么多达官贵人，要真是伤到了谁，你小子负得了责吗？这轮到你说话了吗？哎，我看他就是不敢比。嘿，比是一定要比的，哎，但是呢，不能放开了比。什么叫不放开了比？你傻呀？这比武动静这么大，哎，我们三爷要是真比起来，这新月饭店的楼顶都要把他掀了。再说了，这不是要给尹小姐面子，是不是？嘿嘿，好，好，好，行，那就依你，怎么比？这里应该有习武之人，习武之人都知道，鞭术好的人耳力极佳。我建议挪出一块空地，我们蒙上眼睛比试，毫发无伤者为胜，还要将周围的灯光熄灭，这样我们不会伤到旁人，也不会破坏这里的东西，岂不两全其美？这位公子说的没错，我这新月饭店一事一物都价格不菲，你要是碰坏了一二，我可是会心疼的。哦，对了，你刚刚打坏了我们家一张椅子，一会儿得赔啊。小姐，刚才是我一时鲁莽，您千万别生气啊！一会儿我亲自向您赔罪，啊！废话怎么那么多？到底比不比啊？比，那就听小姐的，来吧。好啊，来人呐，挪地方。听说北平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哎，一会儿等我们三爷赢了，你可得带我们到处去逛逛呀！啊，那当然啦。我自己就只有一句，被雪踏天雨，侧眼风飞火朝夕，尽管穿透似多人诉那心。他也有些距离。对啊，
中西分飞了预备，1、2、3，走吧。那如定我的定格正气啊，身落于下马，故人算是看，今年万里相对，很不俗啊。我二八正是今天人我，我万口里东林烽火飞，太平的安人界，在云中飞机随举义，三五地长气，我叫一个司令。繁华故人中常续，阿母在之你导演啊，他已经要。放开我！你才不是我亲夫呢！那夜风雪浓天，一直跑，大高腿的，一直跑，好，跟上，后边。可以吗？